这个小伙有1000多个孩子，是世界上直系2代子女最多的男人。他以一己之力使整个国家提升了近亲乱伦的风险。奈飞公司呢专门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名字叫《千子之父》。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千子之父乔纳森的故事。这位女士叫尼克莱克，是一名同性恋者，在一家幼儿园当幼师。她非常喜欢孩子，也想拥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尼克莱克决定借精生子。他上网查询了相关的信息之后呢，发现正规医院的价格昂贵，而且不能得知捐精者的身份信息，需要等孩子16岁之后呢，才能告诉孩子的父亲是谁。而私人的捐精网站就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很快呢，他进入了一个名为渴望孩子的网站。这个网站上面呢有很多捐献者的资料，包括姓名、身高、体重、职业、兴趣爱好等等，甚至呢还有捐献者本人的联系方式。最终在众多的捐献者当中选择了乔纳森。在乔纳森的帮助之下，不久之后生下了一名健康漂亮的女儿，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几年之后，尼克莱克发现在孩子的幼儿园里面有一名女孩，长相和性格和自己的女儿非常的相像。起初呢，他觉得这2个孩子非常有缘分，和对方家长交谈当中才得知，他们都是通过捐献精子而怀孕的。更巧合的是呢，捐献者都是同一个男人，那就是乔纳森。刚开始尼克莱克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后来他发现同事妹妹的孩子、同学的孩子、侄女的孩子、远房亲戚的孩子都和自己的女儿长得是一模一样，这就太反常了。经过调查了解这些孩子都有着相同的父亲乔纳森。一个小小的社区里面就有6名孩子是一个父亲，天知道其他的地方还有多少个同父异母的小孩呢？这下尼克莱克就有点慌了，他决定要找到更多的乔纳森的子女。2017年，荷兰官方精子库收到了匿名举报信，说有一个疯狂的捐精者正在全国各地捐精。官方呢经过调查，全国至少有102个孩子是乔纳森的孩子，但这也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据，私底下里不在统计内的孩子还不知道有多少。等乔纳森的这些孩子全部长大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出现近亲乱伦的悲剧，所以媒体开始征集受捐者的信息。这个消息一出震惊了整个荷兰，人们纷纷指责乔纳森的行为。那么乔纳森到底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热衷于捐精呢？乔纳森1981年出生在荷兰，家里兄弟姐妹8个人，从小家里生活比较拮据，长大之后也没有稳定的工作。2007年，乔纳森第一次捐精是在诊所里面，并且获得了40左右欧元。从此，乔纳森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开始了他的疯狂捐精计划。乔纳森有着欧洲古典美男的气质，他通过自己的自媒体包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音乐家、老师或者是自媒体博主。他的视频账号上他留着浓密的金色卷发，到处旅游，给人一种很健康、很有学识、积极生活的感觉。乔纳森的长相可以说不在中国人的审美上，但是呢，十分符合欧洲女性的审美。很多受捐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生之后有着像乔纳森一样的金色卷发。We really hope that our kids have his hair, because he has a beautiful head of curls. 所以在众多的捐精者里面，很多人都选择了乔纳森，甚至有些人选择乔纳森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的幸运。And the dollar bills are flying in. So I thought I was very lucky at that moment. 荷兰的捐精机构是有规定的每位捐赠者最多只能捐赠12个家庭，不能超过25个孩子。但是乔纳森发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全国各地的机构对于精子库的数据并不互通。当乔纳森被发现时呢，他已经在全国11个机构捐过精了，而仅仅这11家机构就生出了102个孩子。但这些也只是官方的统计的数据。自从2017年荷兰媒体爆出乔纳森的行为之后，乔纳森就不能在荷兰捐精了。乔纳森就将目光放到了国际市场，他发现丹麦有一家国际上最大的精子库，并且这家精子库里的精子会发送到世界各地。最重要的是呢，丹麦精子库不是公益性的，在那里每捐一次精就可以获得1200美元。
乔纳森凭借着自己的优势，很快就成为了丹麦精子库的头牌。据说呢，他在丹麦精子库里总共捐了2000次精。在接下来的4年里面，乔纳森游走在世界各地的精子库。根据统计的数据，仅仅靠捐精，乔纳森就赚了几百万美元，可想而知他到底捐了多少次。但是毕竟每个精子库都是有捐献上限的，于是乔纳森呢又想到了一个没有上限的方法。他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大光头利昂。利昂呢也是一个热衷于捐精的变态，但是呢他的外貌要比乔纳森差很多，特别是他的大光头和后脑横向的一道伤疤。2个人一起制作了一个私人捐精网站，名字叫做渴望孩子。网站上有很多优秀的捐赠者的信息，每个看起来都很不错，但实际上不论选哪一位，他们收到的都是乔纳森或者是利昂的精子。这2个变态呢还发明了一种叫做精子轮盘赌的游戏，将2个人的精子混合在一起，然后交给受孕的女人，要看一看呢这谁的小蝌蚪能够中奖。据说像利昂这种现实当中找不到女朋友的人也有了400多个孩子，而乔纳森的孩子早就超过了1000个。这2个人的终极目标是漂白非洲啊！不得不说这2个人简直就是牲口一样。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目标，乔纳森很注重对受捐者的服务，他经常亲自开车送门上货。根据纪录片中的采访，为了保证小蝌蚪的活性，这对夫妻呢就坐在客厅里等着，而乔纳森就在他们家的厕所里面现挤牛奶。这位丈夫还说，那是我人生当中最艰难的45分钟。It's the longest 45 minutes in my life. 而且为了受捐女人能够尽快的拥有自己的孩子，他还引导对方用最原始的方式受孕。当受捐者问乔纳森捐精计划的时候，乔纳森会回答说，你们家是第3个家庭，我打算最多只捐5个家庭。但实际上呢，这些受捐者已经排在了几百名之后了。I asked him how many kids he already had, and he said I was going to be the 3rd. And he told me that he only donated to 3 women. He said there were 3. My daughter was the 4th. My child would have been the 3rd. He is lying and still lying. He's drowning in his own lies. And we all believed him when he said 3, it was 3. 当电视台采访乔纳森问他为什么要热衷于捐精时呢，他说这是为了帮助那些不孕不育的家庭，自己的行为是高尚的，社会应该感激他才对。好吧，既然你那么高尚，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已经捐了1000多次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乔纳森的成百上千的孩子都会长大，像荷兰这样的小国家人口本来就不多，出现兄妹乱伦的悲剧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呢，同父异母的兄妹在不知道彼此身份的情况下更容易互相吸引，这在医学上叫做遗传性性吸引。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找出所有乔纳森的孩子。但是乔纳森拒绝交出自己捐精所生的孩子的这些名单，理由是为了保护这些孩子。2023年，全球近50个家庭将乔纳森告上了法庭。法庭上，乔纳森承认自己有数百个孩子。当法官提出如何避免这些孩子当中会出现乱伦的情况时，乔纳森给出了让人惊掉下巴的方案。他说，你们可以给每个孩子的社交账号上打上乔纳森的标签，孙子辈的也可以打上标签，这样不就解决了吗？这种奇葩的方案当然是没有被采纳啊！最终呢，法庭宣判禁止乔纳森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捐精，如果被发现，每一例将被罚款10万欧元，大约是79万人民币，并且销毁所有精子库里剩余的乔纳森的精子。有些人呢，对于这个判决觉得是有漏洞的啊，法院只是禁止他捐精，并没有说不让他谈恋爱，也没有说不准一夜情。如果乔纳森打着谈恋爱的幌子继续生孩子，那谁也没有办法。2024年7月3日，奈飞拍摄的纪录片《千子之父》上映了。影片里呢，就讲述了捐精狂乔纳森的故事。乔纳森马上发视频说奈飞在抹黑他，精子轮盘的说法，奈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证据。不过影片一上映，乔纳森的社交账号的粉丝从4500个粉丝几个月之内就增长到了2.4万。他发的视频当中呢，也没有看出被官司或者纪录片对他的生活有任何的影响。他还在视频当中说，已经42岁的他想结婚生个孩子，
但不知道他有没有考虑过，他的孩子长大之后会不会像《天龙八部》里的段誉那样啊，找几个恋人都是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兄妹呢？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